大家好，我是张大哥。现在我们要进行的科目是这颗从香港来的 G 卡 W460的280G1 的6缸分油盘的故障测试。那这颗分油盘应该在1985年之前的分油盘，那到目前应该有超过35岁了。那由于30多年来油箱的污染，把我们的分油盘造成它的供油不足或供油不平均。那油箱就好像我们顶楼的水塔。经过30多年之后呢，它一定会有很多脏的东西。那油箱呢，就像水塔一样里面经过30多年之后，里面就是汽油残留下来的胶质，还有油箱的铁锈，再来是加油站的沙子，造成我们供油系统被污染了。我们现在来做一个1分钟的全油门的流量测试。来看看这颗分油盘，它目前的在整修之前它的出油状况。OK， 好，大哥，打开定时器，打开电源，我们来做1分钟的全油门的流量测试。好，开始。那这颗分油盘的标准出油量应该是在190左右。这颗分油盘的编号是08910。我们来看看它在1分钟的出油量到底是不是跟我们厂方要求的大概在190左右的出油量那误差大概有多少？其实一般来讲，我们这个分油盘机械喷射的这个分油盘，它并没有坏。如果它坏了的话，一般来讲车子是没办法发动的都是因为堵塞所造成它的供油量的不足或是不平均。OK， 好，时间到，关闭电源，关闭定时器。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2、3、4、5、6缸。这次出油量倒是蛮平均的，都落在110左右。那跟厂方要求的190，的落差就80 ml， 那已经50%差了80 ml， 已经50%，差了出油量少了50%。但它有个优点，它出油量是蛮平均的，这代表它的大油道是堵塞的。这个会造成我们的供油不足，稀薄燃烧很容易造成引擎过高温车子也没力。那我们等大哥整修过之后，我们再来看它的出油状况。这颗从香港来的G 卡 W460的280G1 的分油盘编号08910，大哥已经完修了。那我们在整修之前，我们看到它的出油量平均都是落在110 ml 左右，跟厂方要求的190 ml 落差是蛮大的。但是它有个优点就是堵塞的很平均。这个现象呢，会造成怠速应该还算稳定，但是可能一加油它就要熄火了，油加不上去，因为它的供油量严重的不足。OK， 我们现在来进行1分钟的全油门的流量测试，来看看整修过之后呢，它的出油量的状况。
OK， 好，大哥打开定时器，打开电源，好，开始。经过30多年之后呢，我们宾士车引擎不会坏，但是很现实的问题，30多年的车子不报废还要继续开，那这个我们的油路一定要经过整修，因为就像30年楼上的水塔脏的东西把我们的公有系统全部都堵塞了整修过之后呢。理论上它应该再用20年没有问题，因为这个分油盘它并没有坏，它就是很明显的堵塞。经过大哥这整修过之后呢，它又是一条活龙，这就是老当益壮。好，时间到，关闭电源，关闭定时器。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2、3、4、5、6缸，第一缸188，第二缸180，第三缸185，第四缸188，第五缸、第六缸都是190。那厂方要求的误差是15%，我们这次看下来，它的误差应该在3%以内，成绩算是相当优秀的。接着我们要进行的是这颗编号。08910，从香港来的 W460的280GE 的6缸分油盘，完修后的第2阶段的测试，10分钟的模拟怠速小油门的流量测试。好，大哥打开电源，打开定时器，时间设定10分钟。好，开始。我们这个阶段的测试主要是在测试这颗分油盘，它在怠速的时候，它的出油量是不是平均，是不是稳定？因为这个阶段的测试会绝对影响到我们怠速的稳定性，所以我们希望它的误差是越小越好。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等时间接近的时候，我们再来看它的出油状况。目前我们进行的是这个编号08910，香港来的 W460 280GE 的6缸分油盘的完修后，第2阶段的10分钟模拟怠速小油门的流量测试。好，时间到。关闭电源，关闭定时器。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2、3、4、5、6缸。第一缸180，第二缸175，第三缸172，第四缸180，第五缸175，第六缸175。厂方要求的误差是15%，我们这次看下来，它的误差也在3%以内。接近2%，成绩算相当优秀的。这个分油盘经过大哥整修过之后呢，它理论上应该在替我们服务20年，因为它并没有坏，它是堵塞。20年之后呢，它理论上它也应该要再堵塞，所以我们这个油箱的部分就一定要使得它干净。在油箱第一部分，油箱的里面的滤网一定要六角形滤网一定要拿下来清理。汽油泵浦旁边的汽油滤芯一定要更换。那汽油泵浦旁边还有一个蓄压器，这蓄压器它一定漏油因为这蓄压器它经过它在汽油泵浦旁边，它承受的高压，它的压力有9公斤，大概是4个40 psi 轮胎的压力。它主要的功能是在作为我们的油压缓冲，使得我们的压力更平顺并没有产生尽量没有脉冲的这种压力。
汽油滤芯跟机油滤芯以后一定要同时换，为什么？因为它是35年的老车，油箱永远是个污染源啊，汽油滤芯很容易就脏了，那脏了之后呢，就污染我们的供油系统，所以汽油滤芯啊，汽油泵旁边的汽油滤芯一定要跟机油滤芯同时更换啊，来保护我们的分油盘的不受污染啊。再来，因为这个车主他只把这个分油盘上座寄过来给大哥整修，那他这个我们看到这个插压阀他并没有寄过来，那这个插压阀它也是油路的一部分，这插压阀它如果堵塞或是故障的话，就会造成我们冷车加浓的功能就失效了啊。我们看到大哥打开电源看看它的压力，冷车压力啊，应该在1公斤多到2公斤之间啊。那因为大哥并没有并没有做加热，也就引擎没有发动，好，所以它压力是在1.5公斤左右。那如果说它冷车完成大概2分钟，也就是说它在加热状态之后，它就会到达4公斤左右。那这个280的这个加热阀是在第6缸的下面，那位置很难拆解，很难拆下来整修。那这个加热阀因为车主没有拿过来，所以必须大哥要提醒他，这个加热阀一定要整修。如果他不整修的话，会造成冷车不好发动，也就是说，或是发动起来之后呢，不能够马上离开，不能够马上加油，它会吃不到油，也就是供油会过稀。这是因为加热阀它是故障或堵塞，就会造成这种结果。那再来，它的喷油嘴它也没有过来。那喷油嘴是我们整个回路的末端，那分油盘堵塞，喷油嘴也一定堵塞。那喷油嘴大哥建议如果能换新最好，要不然就要做清洗的动作。但是清洗呢，一定要有好的机器，能够确实达到它雾化状况跟出油状况是正常的。那老车大哥在强调，老车不怕开，老车就是怕不开。一般老车因为身体不好，所以说很不好开，所以大家都不开，结果车子越放越坏。经过大哥整修过这个油路之后呢，那这部车子一定是老当益壮，一定状况非常好。希望它常开，那油箱维持半桶油，来保护我们的生锈的下半段的油箱不要接触空气，使得油箱的铁锈能够减缓油箱铁锈的生成。再来，汽油的部分大哥建议辛烷值加1级。如果加92辛烷值，就应该用95辛烷值的汽油因为我们的30多年的老车不比5年10年的老车，它的气缸一定是有积碳现象。大哥也不建议做清除积碳的动作，因为这个外力或是外面的化学物质对气缸并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损害或是我们这是未知的常常开，常常跑一下高速公路清除表面的积碳。OK， 大哥的报告到此结束，拜拜喽。